上一期我们讲到香港收藏馆接连发生离奇命案，死者皆在午夜被扭断脖颈，一尊混有李自成血肉的古佛诡异开眼，瞬移杀人，连特种兵也难逃毒手。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揭晓血色佛童终极真相。下了飞机，一辆挂着军牌的黑色小轿车直接将我们送到了749局的总部地址，在东海市的一个老社区内，一个遍布着餐馆、按摩房和酒店的马路边，一栋白色的12层楼就是749局的总部。要不是这栋大楼门口挂着军事禁区的牌子，我实在很难相信，一个在林千怡嘴里全中国最为神秘的机构总部，竟然就在这样一栋破楼里。坐在轿车后座上，我正盯着这栋大楼的正门，忽然觉得有些眼熟。几秒之后，我拍了拍脑袋，对身边的林千怡惊呼道：这大楼我见过呀！可不是吗？先前还没有进大门的时候，我就觉得有些眼熟。等到通过了门口的保安，车子停到大楼正门底下的时候，我才发现这栋大楼的照片好几个月前就在网上见过。那张照片的来源是一段当时在网络上炒得很火热的视频，视频的拍摄者是一个外国记者，他当时试图偷拍一处据说是国内军方的秘密黑客基地，结果被在门口的执勤的保安发现了，一路狂奔，落荒而逃。而那视频里被外国记者指控是黑客基地的大楼，不就是我眼前这栋大楼吗？林千怡听到我大呼小叫，白了我一眼：四九，你怎么能说脏话呢？我呵呵一笑，觉得林千怡自从知道我的身世后，对我的态度已经越来越有点像管教弟弟的样子啊。对不起啊，林姐，我这不是有些小激动吗？我将那段视频的事情告诉了林千怡，她没好气说：那种事情是常有的事儿。这栋大楼不但是749局的总部，也是情报处的工作地点，里面有许多监控网络的设备，因此经常被外面那些心怀不轨的家伙以为是军方的黑客中心。具体的事情啊，等你正式加入了749局再跟你说吧。现在赶快进去吧，领导已经在等我们了。记得啊，一会儿可不许说脏话。林千怡说完便拉上我往里面走。这栋大楼里面和普通的政府单位没有什么不同，只不过我刚进大楼没多久，便又有一个保安岗哨，一名武警拦住了我和林千怡，让我们先在一旁等着。我对林千怡说：林姐，怎么回事啊？刚才不是已经检查过你的证件了吗？怎么不让我们进去啊？林千怡在我耳边说：没办法，这是局里的规定，没有出入证的人员进入大楼的时候，必须要科长级别以上的领导亲自出来接人才能放行啊，就算是用内线电话都不行啊。我咂了咂舌，按到机关单位麻烦就是多呀，来面个试而已啊，还要领导亲自出来接人。过了约莫10分钟，一个人影才从电梯口出现，一边往我们这儿招呼，一边小跑了过来。这人又高又胖，看上去快40出头的年纪。从电梯口到岗哨这不过10几步的路，他却看上去跑起来吃力的紧。等到了我们面前的时候，已经是一头汗水。他先和岗哨里的武警打了个招呼，随后又对林千怡笑了笑，紧接着便上一眼下一眼地打量起我来，脸上的表情似笑非笑，难以琢磨。不错啊，小伙子看起来挺壮实，我们科里正需要你这样的人才呢。林千怡在一旁说道：高科，49他能不能进局还没有定呢，王处长他今天在吗？在，当然在。胖高个笑道：王处长一早就说了，让你和这位小伙子来了之后直接去办公室见他。总而言之呢，你现在快带这小子去面试吧。因为林千怡已经事先和我提起过，这次的面试是由调查处的处长亲自负责，因此听到那胖高个要我去处长办公室，我倒也不觉得奇怪。不过我倒是有些好奇眼前的这个胖高个的身份。在来到749局之前，我对这个神秘部门的大致印象都是从林千怡口中得知的。在我的想象中，749局应该是一个集结了全国精锐的强大组织，里面的每一个人都应该是像林千怡这样能文能武的精英分子。
可是眼前这个胖高个的形象，却和我想象中的749局成员相差甚远。之前听林千怡称呼他为高科，这家伙说不定还是749局里某个部门的科长。可他这身材，还有那走几步路就要流汗喘气儿的体质，我看多半也就是一后勤科室的科长吧。我心里正猜测着他的身份，胖高个已经领着林千怡进了电梯。看到我还愣在电梯外，那胖子不耐烦道：“李49是吧？你还磨蹭什么呀？知不知道面试的时候千万不能让领导等太久了？总而言之，还不快跟上来呀！”看到林千怡也怪罪似的看着我，我连忙道了个歉，小跑进电梯。不过我们进了电梯也没10几秒钟的时间，电梯门便再度开启，停在了大楼第3层。距离电梯口不远的一间办公室外，就挂着调查处处长办公室的牌子。我深吸一口气，正准备调整一下面试前的情绪，就见到那高胖子大大咧咧地走到了我们前头，也不敲门，直接推门走进了办公室。紧接着从里面便传来了高胖子的声音：“王处，人我带来了，这次说好了，如果那小子能进来的话，总而言之一定要送到我们科室来。”嘿，那家伙不就是一科长吗？怎么连处长办公室都说进去就进去了？看上去比我还没大没小的呢。一边揣测着那胖子到底是谁，我和林千怡已经走进了处长办公室。当我进入办公室的下一秒，我便愣在了门口，因为办公室里坐着的竟然是比刚才的高胖子还要胖了一圈的中年男人。那中年男人正坐在办公桌后，笑眯眯地看着我们。我看了看那中年男人，又看了看坐在沙发上的高胖子，心里不禁涌出一股吐槽的欲望啊！这个749局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怎么领导一个比一个胖呢？还是说这里其实有一种诅咒，只要进了749局的男人就会一天一天胖起来？这时候那沙发上的高胖子说了话：“王处长，这位就是千怡说到的李49啊，这位就是我们749局调查处处长王军。我们749局不设副局长，正局则由那位兼职，但也只是挂个名，实际上是采取的各部门独立评级管理的制度，因此在调查处里就是王处长一个人说了算。他让你进调查处，就没人敢说个不字啊。”说完，他见我没有半点反应，板着脸低声道：“49，见了王处长还不赶快问声好啊？”哈哈，不用。王处长笑了笑，接着说道：“说起来，49他也算是我们的半个家人了，用不着那么见外。来，坐下说话。”或许是因为人有点胖的缘故，王处长的声音很有磁性，只是说话的时候有些气喘。不过他的人品倒是不错，因为在我坐下之后，王处长便从抽屉里掏出了一包香烟，放到了我的面前。“49，抽烟吗？抽的话，这烟就送你了。”这是什么烟呢？我瞥了一眼，看到金黄色的烟盒，上面没有什么图案，只有一行醒目的黄鹤楼1916的字样。我靠，这不是传说中1000多块一条的黄鹤楼吗？我刚反应过来，还没来得及伸手去拿呢，那香烟就被林千怡没收了。“哎，林姐，这烟……小孩子抽什么烟呢？不许抽！”林千怡一脸怒意地看着我，把我嘴里的话给塞了回去，随后又看向了王处长，在他办公桌上重重拍了一掌，没好气地说：“王叔叔，以后不许给49发烟了，你自己也给我少抽点，气儿都喘不过来了还抽呢。还有，49到底能不能进749局？你赶快给我一个准信儿啊！”王处长呵呵一笑，将原本准备再塞给我的一盒烟收进了桌子，又咳嗽了几声，说到了正题儿：“既然这样啊，那废话就不多说了啊。林49的身世呢，我已经调查过了。10年前，他的确曾经被一个叫林爱国的男人收养过。根据局里的档案啊，林爱国当时的确曾经在49的故乡那里执行过1年的任务。”林千怡点头道：“既然49的身世没有问题，那就请王处长您批准他加入749局吧。我爸当初给49留下了我们单位的地址，恐怕也是有这个想法。”
当然呢，以我和老林过去的交情呢，这一点完全没有问题啊。正好我们调查处如今也缺人手。听到这话，我心头忍不住一跳，原来我面前的这个王处长竟然认识我老爹。照他刚才说的，看起来过去他和我老爹的关系也不错呀。这时候王处长又说道，只不过在批准他入局之前呢，我还有一个问题。王处长笑眯眯的眼神让我感到隐隐不安。我有些不明白呀，当初林爱国明明是在执行任务嘛，却为什么会忽然决定收养你林49呢？老林这个人我是知道的，在执行任务的时候一向都是专心致志，很少有节外生枝的情况嘛。以他的性格和工作经验，我很难相信他只是为了掩护身份就收养了你呀。他接着说道，还有一件事情，局里在调查你的身份的时候，曾经听到过一个有意思的消息。据说小林你10岁之前右眼珠一直是红色的，对不对呀？王处长几句话说得我目瞪口呆呀。从林千怡决定带我来749局不过几天的功夫，怎么他们已经连我眼睛的事情都打听到了？难道他们已经知道了我的能力了？我转头看向林千怡，想要从他那儿寻求帮助。果然林千怡在一旁听了也心急起来，可是他刚刚站起来想替我解释，就被一旁的高胖子按在了座位上。小林呐，不要打扰王处长。王处长似乎很满意我和林千怡的反应，他微笑道，哎呦，看来小林也知道这件事情了啊。既然如此呢，那49你能不能就在这里给我和高科解释一下你的眼睛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完了，我心里有点万念俱灰的感觉，看来就连林千怡自己都低估了749局的情报能力。原本他还想要帮我掩饰自己的能力，可谁料到王处长他们早就把我的老底儿摸了个清。王处长看我一脸的诧异，笑了笑又说道，还不打算坦白呢？是不是小林告诉你，如果坦白了自己的能力，就会被我们关起来呀？我身子一僵，有点不明白他的意思。王处长接着说，你和小林都多想了，749局现在已经不像当初，那个时候我们对能力者缺乏控制手段，只能采取一些过激的措施，而现在呢，对于能力者我们的态度已经宽松了许多了。再加上你原本就打算加入749局，只要你的能力不是完全无法控制，就不会被我们控制起来。真的是这样吗？我看向林千怡，想从他眼里看看他是否知道王处长的话到底是真是假。可结果我在他的眼里看到的却是和我一样的茫然。你不用看他们，王处长笑道，小林会让你隐瞒自己的能力，其实呢，有他自己的原因，那都是因为他。林千怡忽然站了起来，打断道，王处长，我的事情就不用说了，既然你们都这么说了，那49你就告诉王处长他们吧。我看着林千怡，觉得他似乎是在隐瞒什么事情，之前在飞机上是这样，眼下还是这样，似乎有什么原因让林千怡觉得对749局公开自己的能力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到底是什么让他会产生这样的想法呢？我虽然很想知道原因，但也知道眼下不是时候。我一咬牙，便将自己眼睛的事情全部和盘托出。而王处长的反应果然有点出乎林千怡之前的预料之外，他听了之后只是笑了笑，就这个，你说说，用得着藏着掖着吗？这个能力不但没有危害性，反而非常适合749局的工作嘛。老高，你说呢？高胖子在一旁点头道，是啊，还好老王你看穿了小林他们的把戏啊，不然呢，我们可就少了一个高效破案的途径了。49这能力用来调查事件，简直就和开挂一样啊。我尴尬地说，也没有这么神奇，我虽然能看到触摸过的东西的过去，但究竟能看到什么，我却控制不了。而且老爹过去曾经封印过我的能力，所以我现在也无法控制自己时刻保持能力的开启，有一点时灵时不灵的意思啊。封印？
王处长忽然竖起了耳朵，你是说林爱国封印过你的能力？他是怎么做到的？我挠了挠头，有些想不起来了，因为那时候老爹是趁着我睡觉的时候下手的，一直到第二天早上醒来之后，才告诉我已经封印了我的能力。这样啊。王处长和那个高胖子对视了一眼，眼神中带着一丝玩味。不过没多久，他们便笑了笑，重新回到了正题。王处长打起官腔道：林49同志啊，你的情况呢，我们已经了解的差不多了，现在就公布面试结果吧。王处长说到这儿顿了一下，我的一颗心也悬了起来。无论是你的能力还是你的身世，都非常符合我们局里的需要嘛。我相信在749局里，你一定会有很好的发展。现在我代表749局调查处做出决定，招收林49同志加入调查处，成为我们光荣的749局调查处调查员。你的工作岗位将被分配到调查处3科。他指了指高胖子，这位就是你们调查处3科的科长，也是你未来的顶头上司高亮高科长。好了，今天的事情就这样，高亮，你带他们回去吧。就这样，高亮带着我和林千怡来到了2楼。还没到地方，高亮已经给我介绍起了749局的情况。749局一共有6个部门，分别是负责情报收集的情报处，负责根据情报处提供的情报对可疑现象进行调查的调查处，作为局里的武力担当，同时承担回收超自然物体职责的回收处，负责善后处理，进行情报操作以及避免事件曝光的外事处，负责保管回收的超自然物体的保管处，还有对回收物体进行再利用研究的研究处。而这其中只有情报处、调查处和外事处3个部门的办公地点在这栋大楼里的，其余3个部门回收因为涉及军事力量，平时都分别驻扎在各个军区。研究处和保管处因为涉及到超自然物体的保管与研究，则另选了一处远离人烟的地方作为自己的基地。而这2个部门的地址同时也是局里的最高机密，只有局里的几个处长等少数人清楚到底在哪里。高亮的介绍犹如走马观花，好多东西我都没听明白。刚想再仔细问问的时候，我们已经到了2楼，来到了调查处3科的科室。说是一个科室，却也有足足200多平的面积。整个科室是个里外套间，里面大约有100平都是属于高亮的私人办公室，而外面剩下的那100平则是我和林千怡这样的科员共用。不过我粗看了一下，外面的大办公室里一共只摆放着几张办公桌，而且只有其中的1张桌子上摆放着电脑之类的办公用具，看上去冷冷清清的。那张有电脑的桌子是小林的，其余的桌子你就随便挑1张就行了。高亮指着那些空荡荡的桌子说，按照标准的科室配备，我们科本应该有10个人，不过因为某些原因呢，现在就只有我们3个了。你和小林以后就能者多劳，实习期过后呢，你就作为小林的拍档开始正式工作。实习期？我还没来得及问高亮实习期是什么意思，只见他忽然看了一眼办公室里的挂钟，一拍脑门的，我看都这个时候了。一边说着，高亮已经冲进了自己的办公室，拿出一叠文件放在外面的桌上，随后对林千怡嘱咐了句，小林呢，总而言之接下来都交给你了，签完合同后再带49到处认识去。便急匆匆地冲回了办公室，重重地关上了房门。没过多久，从大门背后就传来了嘈杂的电视声，隐隐约约的，我竟然还听到了口哨声和电视解说的声音。我回过头，疑惑地看向林千怡，他对着办公室翻了个白眼，转头对我说，高科长开始上班了，接下来你就不用去打扰他了。上班？他刚才难道还没上班吗？林千怡道，不是这个意思，马上不是要世界杯了吗？高科长是中国队的铁杆球迷，这几天只要一有中国队的热身赛，
他就是这个样子，就算是王处长来了，也没办法把他从电视机前拉开。我心里不由苦笑，这高亮到底是什么人呢？就算是个球迷，可上班时间看比赛，而且还是看中国队的，这也太不靠谱了吧。我轻轻推了下林千一道，我们这高科长怎么那么不靠谱啊？别这科里的其他人都是觉得他不靠谱才走掉的吧？林千一看了看关得严严实实的房门，对我摆了摆手，别瞎说。事实上啊，除了一个人是因为私人原因暂时离职了外，其他人都是给其他科室借走了。调查处的工作很辛苦，经常人手不够，各个科室的人借来借去也很平常。而且你别看高科长现在这个样子，他原本可是保管处的处长呢，只不过因为一起事故，高科长被撤职降级了，最后才调到了调查处里担任科长。他现在这个样子也是因为那次的事故，整个人消沉了之后才发福的。我咂了咂舌，没想到高亮以前竟然还是个处长，难怪他在王处长面前也这么没规矩。这时候林千一已经把高亮刚才拿出来的那叠文件铺在了桌子上。好了，接下来只要你把这份合同签了，就算是正式的749局员工了。我瞅那一叠足有好几十页的合同一眼，心里奇怪地说，不是说749局是政府机构吗？怎么还弄得和公司一样要签合同啊？想到这儿，我随便拿了几张看了下，上面那些规章制度的文字我没仔细看，只是扫了一眼几个数字，其中有一行让我特别心动，那上面写的是我加入749局之后的工资，具体是多少我就不说了，反正是5位数。不是我自己立牌坊啊，在看到这个工资数目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不是发财了，而是想着以后拿到了工资，每个月可以多寄一点钱给江开的家人。虽然上次事件过后，死掉的几个保安队队员家属们都能拿到保险公司的一笔赔偿，可是这笔赔偿对江开家里人来说也只是杯水车薪。江开老婆早死，家里就只有他父母和老婆留下的一个女儿。江开一死，他们家就再也没有了收入来源。我打算至少在他女儿独立之前，能替江开多照顾下他的家人。因此在看到这个让我心动的工资之后，接下来的合同内容我都是一目十行的粗粗过了一遍。一看到合同的最后，我本已经提起笔准备签字了，眼角突然扫到合同角落上的一个数字，不禁惊呼道，林姐，你开玩笑吧？这合同怎么是99年的？少见多怪。林千一白了我一眼，我们既然是秘密机构，就不可能给你发公开的编制，99年的工作合同也算是个铁饭碗了，你不愿意签呢？5位数的工资，我会嫌弃这份合同期太长吗？除非我有病啊！我不再犹豫，一把抄起签字笔，在合同上签上了3个龙飞凤舞的大字林49。林千一笑着接过了合同，小心地将它收好后，便带着我离开了办公室，一路走向电梯间，准备带我从12楼开始在749局大楼里好好转上一圈。进了电梯之后，林千一先按下了12层的按钮，随后便给了我一张门禁卡，解释说，我们这栋楼地上有12层，地下也有3层，楼上的12层没有限制，只要是大楼里的人都可以随便出入，而地下的3层就必须要用到这张门禁卡才可以进入了，普通的后勤人员是没有进入权限的。我小心翼翼地将门禁卡收好，随后问道，林姐，那地下3层是干嘛的呀？林千一笑了笑，急什么呀？现在你去楼上看看好东西。林千一嘴里的好东西其实指的是749局的宿舍，不过虽然只是宿舍而已，却让我大开眼界。之前已经说过了，749局的大楼地上部分有12层，从第8层开始就是各处职员的宿舍和休息区。我们调查处因为工作最危险，所以福利也比别的部门好一些，
独占了顶楼的2层宿舍。而且更为夸张的是，调查处的宿舍装潢堪比5星级酒店，每一个调查员都能分到一套近100平的3居室，还不用和别人合住。想想自从我来到东海之后，什么时候有过这么好的住宿条件呢？就算是上次去香港住酒店，也是和别人一起同住一间标准间。因此当我看到这间属于自己的宿舍之后，不禁有些乐得晕乎乎的。趁着林千怡去厨房喝水的功夫，我在自己宿舍那3米宽的大床上滚了好几圈，忽然想到了一个问题，便站了起来，去厨房问道：林姐，你住在哪间房啊？我？林千怡笑了笑，哼，难道你还想串门吗？不是，我有些心虚，我只是想以后有时间的话，我们2个可以多走动一下，聊一聊老爹的事情。149。林千怡忽然对我喊了一声，板着脸说：你难道是想和我约会吗？我连忙摇头道：没有，我只是想多知道些老爹的事情。林千怡忽然扑哧笑了一下，看把你吓的，和你开玩笑呢。我已经说了啊，你既然是我爸爸领养的孩子，以后啊，我也会把你当做弟弟看待的。只要我有时间，你随时都可以来找我。把我当弟弟看待？此时的我犹如被泼了一身的冷水。老实说，虽然知道了林千怡是我老爹的女儿，可我从来就没有真的把她当作姐姐看待。因为长这么大，林千怡还是头一个让我心动的女孩。即使知道了她的身世，我在心里也总是对她有那么一点期待。见我不说话，林千怡继续说：只不过以后如果你要找我的话，恐怕还有点麻烦，因为我并不住在这里，而是在外面另外买了一套房子。听到这儿，我只呆呆地哦了一声，心里却有了些失落。接下来我们也没再多聊些什么。等到林千怡将房卡交给了我，并且和我约定哪一天去一次拍卖行，把我的行李都带回来之后，她便领着我离开了12层。这一次我们去的是地下。电梯里，林千怡顺便给我介绍了下其他的楼层。749局大楼的各个楼层基本上都是按照各部门划分的，调查处分到的是2、3层，情报处和外事处则分别划到了4、5层和6、7层。7层以上就是局里员工们的宿舍和休息区了，在8层里还有专门的健身房和室内游泳池。至于有出入限制的地下3层，林千怡只给我介绍了下地下1层的情况。1层主要是仓储区，里面存放了许多我们调查处外出探案时需要用到的装备，其中甚至还有许多武器弹药。而2层和3层，林千怡给我卖了个关子，说是让我自己亲眼见识下。当电梯门在地下2层打开之后，我不禁揉了揉眼睛，有些不敢相信眼前看到的一切。这里是地下室，这分明是一个地下广场，好不好啊？从电梯里往外看去，地下2层的层高最少有10几米，大小则估计不出来，但恐怕至少也有一个足球场那么大。至于里面的格局，我一时半会儿也不太好形容，但整体给人的印象就好像是电视上常见的证券交易所的模样。放眼望去，大约有上百张桌子在地下2层的大厅里围成了一个回字形，每张桌子上都摆放着4、5台电脑屏幕，可以看到许多人正在这些电脑屏幕前忙碌地工作着。相比较楼上冷冷清清的场面，地下2层明显要热闹了不少。我咂巴嘴，称奇道：林姐，这些人是在干什么呀？我想了想，又接了句：难道他们是在炒股票啊？林千怡还没来得及回答我，面前便走回来几个人。为首的一个中年男子看上去和高亮差不多年纪，不过气质就比高亮好了太多。那人戴着一副金边眼镜，穿着西装，中等身材，不胖也不瘦，看来就像是专家学者之类的，只是面色有些阴冷。看到那群人走过来，林千怡也迎了上去，直奔到了那中年男人身边，
看样子和他很熟的样子。吴处长，你怎么在这里啊？49，快过来，这位是情报处的处长吴天。吴处长，吴处长，建议啊，不过才1个多月不见呢，怎么又升分了？以前你可是一直叫我吴叔叔的。吴天一边说着，一边如同长辈一样摸了摸林千怡的脑袋。我从老高那儿听说你们来了个新人，想到你一定会带他来这里啊，就先在这儿等你了。听说你上次任务受了伤，现在怎么样了？林千怡竟也不反感他的动作，任凭那吴天摸着他的脑袋，嘴里说：能怎么样啊？你看我现在不是好好的。吴天继续说：有哪里不舒服的话，记得可千万别逞强啊。或许是因为他现在正在摸林千怡的脑袋，那神情虽然如同对待自己女儿一样，却让我有些不喜。鬼使神差的，在这种情绪的推使下，我脱口而出道：吴处长，你是不是有个兄弟叫吴法呀？这话一出口，吴天倒是没什么反应，可林千怡却是嘴角抽动了几下，对我变色道：49，你怎么能这么对吴叔叔说话呀？吴叔叔以前可是我爸的老战友，算起来呀，也是你半个叔叔了啊！我一听也觉得自己刚才说的有些过了，忙认错的。对不起啊，吴处长，我这个人呢，嘴比较碎，您别往心里去啊。吴天倒是大度的摆了摆手道：没事啊，在调查处做事就需要你这样联想力丰富的年轻人。林49是吧？我已经听过你的事了，老林他没找错人，你的确就是天生适合干我们这一行的好苗子。说完，他便又低声问了问林千怡有没有去地下1层。见到他摇头之后，便冲着后面的人招了招手。跟着吴天一起过来的几个人当中，有一个人拿着带着密码锁的手提箱推到了我的面前。吴天对我们俩说：这是49的装备，我已经让人提前准备好了，你让49先拿着，手续以后再办。我先带你和49参观参观下这里。正说着，我们头上突然闪起了无数盏红灯，紧接着一个戴着眼镜的男人便跑了过来。吴处长，他们又开始攻击了。又来了。吴天眉头皱了皱，向周围的人看了一眼，他们便迅速和过来报信儿的那家伙一起返回了那片有许多电脑的区域。吴天没多做解释，只是不动声色地冲着我们笑了笑。抱歉呐，看来我必须离开了，参观的事情只能让小林你们自己解决了。林千怡问道：吴叔叔，又是基金会的攻击吗？算上这次啊，这个月已经有4次攻击了吧？那些家伙还真是锲而不舍呀。对了，49的实习岗位我也准备好了，到时候啊，你直接让他来报到就行了。说完，吴天便告辞离去。我捧着箱子，看着吴天他们的背影消失在电脑桌旁，才开口问道：林姐，刚才是怎么了？什么攻击啊？难道有人入侵大楼了？是黑客攻击，有人正想通过网络入侵这里的设备，盗取749局的情报。我奇道啊，国内还有那么大胆子的家伙，连国家秘密组织的情报都敢偷。林千怡白了我一眼：谁和你说是国内的人干的了？不是国内的，难道是国外的人呢？CIA 还是克格勃呀？问那么多干嘛呀？你今天头一次来，难道就想把749局的事情全部搞明白？先把正事办了要紧。说完，他便继续带我向前走，沿着2层大厅的边上过道，找了一处看起来像是会议室的空屋子。林千怡进去后，便从我手里接过了手提箱，放在桌子上打开。49，过来检查下吧，看看你以后吃饭的家伙。我走过去一看，箱子里面分成2层，上面的一层整齐地摆放着一支手枪和4个弹夹，右边则叠着一黑一绿2套衣服。我翻开了一看，黑色的那套是警服，绿色的则竟然是件军装。这时候林千怡又翻开了箱子的第2层，这里面的东西更有意思，竟然是各种各样的证件。我随便拿了一本翻开了一看，竟然正是当初林千怡给我看的那种国安证件，只不过这份证件上贴的却是我的照片。我抬起头对林千怡道：林姐，这些是干什么的呀？林千怡歪着脑袋看着我道：我刚才不是说了吗？
这些就是你以后吃饭的家伙。他将我手里的那本国安证件塞回了箱子，解释道：这些证件和制服是你以后外出办事时要用到的。我们局里的性质你也知道了，外出执行任务时必须100%保密，绝不能透露我们真正的身份。有了这些东西，你工作就方便多了。我怀疑道：不会被拆穿吧？万一有人和我上次拆穿你一样拆穿了我该怎么办呢？听到我提起香港那次的事情，林千怡顿时红了脸，没好气地说：不会拆穿的，这里的证件100%都是真的，而且情报处在制作证件的时候也已经把你的身份在政府档案里登记了，这里每一张证件的编号都可以在政府的信息库里查询到。我又拿起了那把手枪，装模作样的在身前学着007比划了一下，又反手看了看枪眼。那这把枪呢？难道也是真的？实话告诉你，林姐，我以前最多只摸过押运用的假枪啊。话还没说完，我就看见林千怡一把夺过了我手里的枪，气急败坏地说：你疯了吗？枪口不能对着自己是常识，万一枪已经上膛了怎么办呢？你就不怕走火吗？我无辜地说：可这枪里应该没子弹呢。林千怡恨铁不成钢道：你检查过了吗？我看你连弹夹怎么打开都不知道吧？我闭上了嘴巴，用默认表示回答。林千怡又唠叨了几句注意用枪安全之后，才说道：好了，看来你是真的对枪一点都不懂啊。看来你的实习期里又要增加个项目了。听到实习2个字，我又想起了之前高亮和吴天2个人说的话，忙问道：对了，林姐，实习期是什么意思啊？难道在749局工作还要实习吗？林千怡奇怪地抬起了头：你之前没看过合同吗？上面都写着的，实习期只是针对调查处的调查员，在正式工作之前，每一个调查员都要先接受749局为期3个月的实习。当然，说是实习，其实是让你熟悉一下局里的工作流程，并且确认你已经具备了外出调查所需的身体与头脑能力。如果你的各项能力不能达标的话，那就不能开始正式工作。林姐，你的意思难道是说3个月后还要进行考试，不通过就不能工作呀？放心好了，林千怡笑道，实习期更看重的是熟悉工作流程，考核只是次要的，不过是些体能测试和射击考试，也就是理论考试麻烦了点，很容易就能通过呀。还有理论考试啊？我叫苦道，那如果没通过怎么办呢？难道我刚签的合同就作废了？当然不会了。林千怡似笑非笑地看着我，铁饭碗怎么可能作废呢？考核万一通不过，也不过就是延长下实习期，一直到你通过为止而已。那就好啊。我长舒了一口气，暗想铁饭碗果然是有保障啊。可接下来林千怡却说道，只不过在合同上写的实习期里是不会发工资的哟。什么？我吓得跳了起来，不发工资我吃什么呀？在局里食堂吃不用付钱，反正饿不死你。虽然是饿不死我，可是这样一来，我寄钱给江开家里人的事情就要往后拖延几个月了呀。我又向林千怡说了几句，想要问一下能不能实习期工资也照发。可林千怡这时候已经有些不耐烦了，她替我将刚才翻出来的东西重新收回了手提箱，随后说，好了，钱的事情不用担心，只要你通过了实习期，这期间的工资会补给你的。可是林千怡打断我的，不说废话了，下面我给你说明一下实习期的具体安排，我只说一遍，如果你没听清楚，到时候拖延了实习期也不要怪我呀。无奈之下，我只能将心里话咽进了嘴里，老老实实听他的。你之前也已经知道了，749局的工作是调查发生在国内的神秘事件，说白了就是但凡科学无法解释的事情都归我们管呢。这里面包括且不限于灵异事件、特殊能力者和超自然生物，对了，还包括了第3类接触事件。等一等，我有点乱呢。我打断了林千怡的话，林姐，前面的我都能听懂，不过第3类接触事件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外星人。我一下子愣住了，过了几秒钟才缓过来，结结巴巴地说，林姐，这世界上真有外星人？林千怡似笑非笑地看着我，
你以后就知道了。下面再说说我们调查处的工作。749局调查处是局里处理一切事件的先锋部队，我们任务性质和军队里的侦察兵差不多，就是在接到事件情报之后，在局里派出大部队彻底解决事件之前，打探清楚事件的真伪。虽然局里的规章制度上清楚地写着，在调查处确认了事件的真伪之后，就要立刻汇报局里，由局里的头号武力担当回收处来解决神秘事件，或者是回收引发神秘事件的源头。但是有的时候，因为现场的局势，调查处也要承担起在回收处赶到之前独自处理神秘事件的工作，因此我们的工作可以说是非常危险。例如香港的杀人佛像事件就是如此。林千怡在确认了事件的性质之后，还没等到回收处赶到，已经被迫卷入了佛像的攻击之中。因为以上原因，调查处在总结了多次事件的经验之后，才开始要求749局的调查员在正式工作之前必须进行一定量的能力训练。虽然并不要求每个调查处调查员都有詹姆斯邦德那么厉害，但至少也要能在突发事件中具有自保的能力。所以说，你在这3个月里将会进行体能、基础格斗还有射击3个方面的特训。我长出了一口气儿。林千怡所说的几个训练内容，我在保安队的时候就已经接触过。有了王大全给我打的3年底子，除了射击之外的其他特训，对我来说真的不算什么。不过我还记得，之前林千怡曾经提到过理论考试，那是什么东西呢？林千怡对我解释道，这个你也不用担心，理论考试也就2个部分，一个是考量你对局里的规章制度的熟悉程度，另一个则是国内各个执法机关的一些基本常识，避免你在伪装的时候暴露身份。听到这儿，我的一颗心彻底放了下来。如果所谓的考核仅仅是这些事情的话，那想要通过还真不是太难。不过就在我已经松了一口气儿的时候，林千怡却又说道，对了，除了以上我说的内容之外，你还有一个工作要做。工作？对呀，如果不工作的话，那为什么要叫做实习期呢？林千怡笑了笑，随后指向房间外面道，你之前看到的那个满是电脑的大厅，再加上地下3层的电脑机房，就是749局情报处的情报中心。在这个地方，情报处的人员会通过网络搜索所有发生在网络上的奇闻异事，从警方的调查档案到网络论坛上的某个热门帖子，只要是他们怀疑可能与神秘事件有关的情报，就都会搜集起来并且递交给我们。你在实习期里需要做的工作，便是在情报中心和那些情报处的人员一起搜集网络上的情报。我皱了皱眉，有些想不明白为什么一个调查处的调查员要到情报处里来实习。林千怡却解释道，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只不过是调查处的一个传统。林千怡告诉我说，其实749局原本并没有专门的情报处，如今这个情报中心和情报处也都是在国内网络逐渐普及之后才发展起来的。在还没有网络之前，局里对神秘现象的发掘主要都是由调查处自己负责。那时候没有网络，大家都是自己查阅历年的警局档案，或者是检查各个省市的地方报纸，看看有没有什么奇闻异事。再不然就是国内其他单位，比如说国安部，在遇到无法处理的事件时，向749局寻求帮助。这样的工作效率自然可想而知，一年也很少遇到几起真正归属于749局管辖的案子。一直到了网络普及、情报中心成立之后，这样的情况才逐渐好转了起来。根据林千怡所说，在情报中心电脑中安装了一套特殊的情报搜集程序，会自动检索网络上的信息，并且根据事先设定好的关键字将对应的网页搜罗出来。这套系统检索的信息不但包括了互联网上的内容，还包括了部队和公安使用的局域网里的信息。这套系统的建立让情报的搜集速度比起过去快捷了无数倍，不过相应而来的问题也多了不少。首先就是
因为每天会流进情报中心的网络数据太过庞大，导致被一些有心的外国组织察觉，甚至被人误以为是军方的黑客基地，让已经隐藏了许多年的749局差点被曝光在公众面前。其次，则是系统收集到的情报中充斥了太多虚假信息。网络上的消息大家都知道，原本就是7分假3分真，不少人听到一些风吹草动，就在网络上当作真事儿胡吹乱造。这套情报搜集系统虽然能够根据程序设定自动搜索网络上的可疑情报，却无法判断情报的真伪，只能依靠情报处的人自己手工过滤掉那些虚假无用的信息。可是因为这些情报处的人大多都是技术人员，缺乏面对神秘事件的经验，因此到头来他们一天内转交给调查处的近100件可疑情报里，真正有用的信息依然可能是连一条都没有。而比起这些情报处搜集到的海量情报，调查处的人手就远远不够了，自然不可能像过去那样每一条情报都派出人手去验证真伪。因此渐渐的，在情报处搜集到情报转交之后，调查处的人还需要自己去核查一遍，在真正开始行动之前，将那些明显是编造的消息过滤掉，只对真正有可疑的情报才会派出人手去验证真伪。这样一来，对于调查的调查员们来说，就又多了一个要求，他们必须在海量的情报冲击下练就一双火眼金睛，能够一眼辨认出哪些情报是虚假的，哪一些又是可疑的。时间久了，调查处的领导，也就是现在的王处长，干脆让每一个调查处的调查员都去情报处干上3个月，一方面和新成立的情报处打好关系，让那些老调查员亲自指导情报处的菜鸟们怎么分辨情报的真伪；另一方面，也是打着让这些被调教的情报处人员日后来替他们培养新加入调查处的菜鸟们的意思。林千怡最后说道：“现在那些情报处的人都已经是人精了，普通的假消息他们一眼就能看穿。四九，你去了那儿，记得多和带你的老师学学。敏锐的判断力和精准的眼光，永远是我们调查处调查员最需要的能力。”叮嘱完了这些，林千怡便带着我最后在外面逛了逛。不过因为外面情报处的人员似乎还在忙于应付黑客攻击，因此也没什么人理睬我们，只是四处看了几眼，林千怡便让我先回宿舍收拾东西，准备明天正式开始实习，而他自己则返回了3科的办公室。到了宿舍之后，我在房间里收拾了下衣物，又打扫了下卫生之后，发现我的房间里竟然还配备了一台跑步机。闲得无聊，我便自己练起了跑步。我以后要经常跟着林千怡出案子，依照上次佛像事件的情况和林千怡对我的描述，每一次外出的调查都可能蕴含着无法估量的危险，那肯定不会是和一般警察破案子那样探访现场，采集下指纹那么简单呢。我估摸着自己以后有很大可能会遇到比香港之行更为凶险的情况。虽然我的搭档是林千怡，一个能打10个的真女汉子，可是我一个大老爷们儿也不能每一次都像那天那样让林千怡来救我，自己也得加把劲儿，最起码练个几块腹肌才行啊，不然的话我就不是林千怡的搭档，而是成了累赘了。转眼到了黄昏，我刚洗掉一身臭汗，准备见识一下749局的食堂，就听到有人敲门。打开一看，林千怡正站在我房门口。我问他有什么事，他就对我说：“走，第一天来749局，我请你出去吃一顿，算是代表调查处3科给你的欢迎宴。”请我吃饭？我笑了一下道：“高科长也去吗？就我们俩？啊，那多不好意思。”林千怡白了我一眼：“不去拉倒。”我急忙道：“别，等我换下衣服。”林千怡本来打算是带我去市中心吃顿好的，可是我记得在来749局的路上，在附近看到过一家烧烤店，
想到当初我和江开的约定，我不由得提议去那儿吃。那家烧烤店离这里不远，走过去也就10几分钟就到了。等我们到了店里，天已经黑了。店家在外面搭起了路边摊，我看了看店面里面已经挤满了人，便提议就在外面吃。这顿饭没吃啥好东西，也就点了好几十串羊肉。不过我赌肉串4人，想到了江开他们，悲从中来，就又叫了几瓶啤酒，想把自己灌醉。这酒我本打算是自己喝，可没想到林千怡也抢了几瓶，陪我一起喝了起来。本来我以为林千怡很能喝，可谁知道她喝了1瓶多，原本白皙的脸上就变得通红起来。林千怡和我提过自己在外面有房子住，我怕她喝多了回不去，就把她面前的酒全都抢到了我跟前。不过在抢她的酒之前，我心里也曾浮现出一种龌龊的想法，那就是把她灌醉了，然后……不过这想法只是在我脑子里转了一圈，便被我压了下去，在心里打了自己几个巴掌，暗自臭骂了自己几句。我已经在心里把林千怡当成了女神，不想自己竟然会在心里有这种邪恶的念头，这不但违背了我对她的憧憬，更是玷污了我和她之间的情谊。不管这种情谊是姐弟之情也好，同事和同事之间的也罢，吃饭的时候我俩基本都是林千怡在说话，她一直在询问我老爹走了之后我自己的经历。我偶尔想问问她的过往，林千怡却不愿多说，只是告诉我在老爹走了之后，她一直独自一人生活，偶尔无天会带着自己的老婆一起来看望他。到最后我们烧烤吃的差不多，酒却喝了整整2箱。林千怡还好，我却已经有些懵了，不但走路也有些不稳当，还在路上为江开他们大哭了起来。幸好身边有林千怡，她一路搀着我的胳膊，摇摇晃晃地送我回到了宿舍。我那时候虽然已经快没有意识了，却仍然知道自己是被她扶着，感觉很幸福。那天晚上我躺在陌生的床上做了一个梦，梦到我和林千怡找到了老爹，老爹一高兴就把林千怡许配给了我，让我以后好好照顾她。就这样，我开始了749局调查处调查员的实习生活。我的指导老师不是别人，正是林千怡。香港之行让林千怡受了不轻的伤势，虽然绷带早就已经解除了，可是高亮和其他领导却担心林千怡伤没养好，便让他担任了我的实习老师，名义上是指导我这3个月的学习和训练，实际上也是放了他一个大长假。不过对于领导的关怀，林千怡却不领情，吵吵嚷嚷的要求高亮给他布置新的任务，结果把高亮逼急了，直接没收了他的一切身份证件，断了他偷偷摸摸出去调查的念头。这个举动不但让林千怡气得半死，也害苦了我，因为接下来林千怡就把脾气全发在了我的身上，以比过去王大全还要严厉100倍的态度开始操练我。现在想来，当初王大全对我的军事训练在这里连活动筋骨都算不上。具体的训练内容是这样的：每天一大早，林千怡便会敲响我的房门，将我从床上拉起来，开始早上的开胃菜，身上绑5公斤的沙袋，绕着749局大楼跑20圈。第一次跑的时候，我是又饿又累，等跑步结束，人已经躺在了地上，吐起了白沫，害得早上出操的武警战士还以为我得病了，特意过来问了一声。然后就是吃早饭，以及早饭后的饭后运动，擒拿格斗训练，一直到中午11点，等我已经被林千怡摔了个鼻青脸肿，差不多半死的时候，才能去吃中午饭。当然第一天的时候，我也是被林千怡扶着去的食堂。更绝的是，每天吃完午饭后，便要举着挂了块砖头的手枪，在地下1层的靶场摆2个小时的造型，双手握枪平举过胸，其中双手不降低半厘米，
否则就是上下大楼20圈，累得我心里直骂呀。这到底是训练枪法还是训练举重啊？不过比起这些肉体上的折磨，每天下午的理论课程对我来说还要痛苦无数倍。记得林千怡曾经为了混到雷经理身边，伪装成了大学教授的事情吗？现在我可以100%的确定，那一定是林千怡利用749局给的证件做的手脚。因为实际上他教书的水平比起人家兼职家教的大学生还不如，基本就是照着各种手册照本宣科的念给我听。我每天虽然听得昏昏欲睡，却又不得不强打起精神，否则轻则会有一堆东西飞到我的脸上，重则又要体验一次林千怡的擒拿课程。不过还好，每天白天的训练与授课结束之后，我还要去情报中心实习4个小时，一直到晚上10点才结束。虽然眼睛可能累了点，但这4个小时基本就属于我放松的时间段。因为我在情报中心的具体工作就是对着电脑查看一条条情报系统过滤出来的可疑信息，确认这些信息是否涉及到749局需要调查的神秘事件。再具体一点，其实就看看那些网友在各大社交论坛上发布的打着各种奇怪名头，宣称是自己真实经历或亲眼所见的帖子。比如说打着下面这些标题的帖子：某某省某某市发生重大 UFO 事件，昨晚在外市亲眼目睹 UFO 附图，我的照片里是不是拍到了鬼？求高人确认。而我的工作就是查看系统搜集到的网页，随后用自己的判断力去确认里面所说的是不是真事儿，然后将这些帖子整理过后交给情报处安排给我的辅导员，他会将我搜集的情报一一复核，然后确认有没有将这些东西交给调查处的必要。我的辅导员是个和我差不多年纪的年轻人，名字叫朱顶天，听上去非常霸气，只可惜真人却是一个白白胖胖的胖子。私底下在749局与王军、高亮3人并称为749局3胖之一，因为他年纪最小，又被戏称为朱三胖，简称3胖。3胖虽然年纪不大，却已经在749局快有6个年头了，是当初情报处成立之时就招进来的骨干。听说他原本是民间一个天才少年黑客，后来被局里招安，进了情报处后协助创建了现在的情报中心。来到情报中心实习的第1天晚上，临近下班的时候，我就拿着4个小时搜集的情报去了他那里，想要确认下今天的工作果实。来情报中心之前，林千怡已经千叮咛万嘱咐，叫我一定要虚心和情报中心的老师好好学习，最好是能和他们打好关系，对日后找寻老爹的下落说不定也有帮助。于是我遵从着林千怡的嘱咐，来情报中心的第1天就以后辈自居，即使是年龄和我相近的3胖也老老实实放低姿态，一口一个朱老师的向他请教。正在吃东西的他只是扫了一眼我搜集的情报资料，便道：侬眼睛是不是瞎的了啊？4个钟头哎，仅是找了一些垃圾啊。3胖说话阴阳怪气的，明明知道我不是东海人，话里却又带着一口浓重的东海腔，不由让人心生厌恶。可想到林千怡的叮嘱，我只能忍着压了压怒火，对他说：不会呀，朱老师，这都是我仔细挑选的，你再仔细看看，我觉得这些情报都很可疑，有值得调查的必要。3胖仿佛是被我的话逗乐了，笑了笑，放下了手上正在啃的凤爪，拍了拍身边的位子让我坐下。他自己则点开了我找到的一个帖子。有调查的必要吗？你自己看看这个啊，3岁小孩子一眼就能看出是假的东西，你觉得有必要去调查吗？3胖说的是我在一处论坛上找到的帖子，帖子的楼主是一名海鲜经销商，业余爱好是下电网逮野兔、野鸡等小动物。他煞有其事地宣称自己一日在黄河边收电网，结果遭遇了 UFO， 并且和外星人发生了冲突。争斗中，一个外星人不慎碰到了他布下的高压电网，结果触电身亡。事后
他将那具外星人的尸体保存在了大冰柜里，还去找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进行了检测，确认了那外星人的身份。三胖说这帖子一眼就能看出是假的，我不信，因为那帖子上楼主真的贴上了许多张疑似外星人尸体的照片，照片里的外星人尸体呈人形，又高又瘦，皮肤发白，满是皱纹，而且没有任何毛发。他的眼睛更是奇特，是一对鹅蛋大的红黑色复眼。在帖子的最后，楼主还留下了自己的电话和地址，说是有疑问的人可以亲自上门来找他验证。正是因为不但有照片，还有楼主自己的联系方式，所以我才怀疑这个消息可能是真的。既然之前林千怡已经对我说过，这世界上真的有外星人，那么出现外星人被人类误杀的事件就并不是不可能。可谁料到，当我告诉三胖这些理由后，正在喝水的他却直接将一口水笑喷在我的脸上。扯呢？哼，你这家伙到底是怎么进的749局的？不说外星人的尸体，真人的尸体你有没有见过呢？我进入749局的理由，吴亮等人都曾经叮嘱过我，除了几个领导和林谦以外，不要再和其他人透露。因此三胖并不知道我是靠着老爹和自己能力的缘故进入局里的，只以为我和绝大部分调查处的调查员一样，都是从哪个地方，比如从武警队或是部队里特别招收的。不过说到真人的尸体，我还真的见过，于是我默默点了点头。既然你见过啊，那你告诉我呀，会有什么尸体放久了之后变成照片上的样子？你看看外星人的大腿软趴趴的，就好像是没骨头一样啊。一具尸体放久了可能腐烂，但不可能像照片上那样弯曲成那样，这不符合常识。我反驳道。可这是外星生物啊，它所生活的环境很可能是低重力环境，并不需要和人类一样拥有强健的骨骼才能支撑身体啊。不过我这句话没有驳倒三胖，反而让这家伙的胖脸笑开了花。他放大了几张帖子里的照片，又说道，就算外星人构造和我们不一样，但你看看这尸体的手脚啊，不觉得像什么你曾经见过的东西吗？我又仔细看了一下照片，发现还真像三胖说的，这个外星人的手脚好像真有点眼熟，就好像是，像不像我现在吃的泡椒凤爪啊？三胖拿起一根凤爪在我面前晃了晃，别说，还真有点像。他最后总结道，所以说啊，这个外星人尸体根本就是假的嘛。我估计啊，这尸体多半是伪造的，主要的躯干用的是硅胶啊，四肢用的是鸡爪啊，还有这个眼睛啊，不是生猪脑就是红豆馅，这还要多说吗？听他这么一说，我才恍然大悟，但又有些不甘心。可如果是假的，为什么这家伙还把地址和联系方式都放在了网上呢？他就不怕有人亲自来拆穿他吗？怕？他当然不怕了，甚至还巴不得真的有人来找他呢。三胖对我解释道，现在这个年头啊，想出名的人多了去了，有些人凭真本事出名，有些人没本事，那怎么办呢？还只能靠造假弄噱头啊！你看这家伙把自己的照片也放在了网上，我看多半就是想靠着这个伪造的消息让自己当一回网络红人啊！我当时还想不明白，这世道是怎么了？一个人想要出名，为什么不通过自己的努力还有天赋，一步步走向成功而出名呢？为什么会想到去搞这种歪门邪道？这样的人就算是有了名气，那又能怎么样呢？小的时候，我在老家那地方也算是个名人，可那都是因为大家觉得我是个怪物，是个邪气的小孩。那个时候我是出名了，可我却没有感觉到有过半点快乐。三胖说明了假外星人尸体的事情后，我还是有些不服气，觉得他只是通过照片粗略判断了一下，又没有亲眼见识过，怎么就能如此肯定那尸体是假的呢？如果是真的外星人的尸体的话，岂不会是让局里漏了一个大案子吗？三胖冷笑了一声对我说，我们情报处光我一个人每天就要至少检查上千条这样的虚假信息了，
如果我像你一样，动不动就把一些垃圾信息扔给你们调查处，你们忙得过来吗？我答不上来，因为第一天的理论课上，林千怡就和我说了，如今749局的调查处一共才3个科室，不到50号人，这样的人数，就算我们24小时不吃不喝，都不可能将这些信息一一验证。三胖看我不说话，又说道：“这帖子上面呢，不是还提到了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吗？你如果不信我的呀，明天可以自己去打个电话问问，就知道了。”现在已经是晚上10点多了，我当然不可能去打电话，但我却将这件事情记了下来，准备明天一有时间就打过去问问。接下来我又追问三胖其他几个情报是怎么回事，就算之前那个是假的，可总不能我忙活了4个小时，一点有用的情报都没有找到吧？朱老师，你再看看这几个，这是有人目击到了天空中 UFO 的轨迹，还拍下了照片。这是最近在东海市闹得很大的幽灵公车，你看帖子都已经盖到了1000多楼了，如果不是有人看到，怎么会有那么多人讨论呢？说你眼瞎还不承认啊？三胖白了我一眼，嘴里像机关枪一样快速地说道：“这个目击到的 UFO 的地方附近有空军的研究所，你看看这照片上的光点啊，哪里是什么 UFO 啊？多半就是研究所里的新式飞机在进行夜间飞行实验呢。你再看看那个幽灵公车的帖子啊，什么亲眼目击到了无人驾驶的大桥7线的巴士啊？开什么玩笑啊？东海一共只有6条大桥班线，最多也才到大桥6线呢，哪里来的大桥7线呢？上一周东海刚好有辆公交车发生火灾，多半是有些人唯恐天下不乱散布谣言，这种情报根本就没有我们去调查的价值。”说完这些，三胖干脆将我发来的邮件拖进了回收箱，嘴里还不忘挖苦我道：“你一没眼力，二没常识，究竟是怎么混进调查处的？局里有没有姓林的领导？真是活见鬼了。”那天晚上，我是满脸羞愧地回到了宿舍，第一次对自己是否真的有资格在749局工作产生了怀疑。虽然我来这里的目的只是单纯的为了找到老爹的下落，可是今天晚上的事情却让我怀疑起自己是否真的能够找到老爹呢？林千怡已经在749局待了好几年了，却连老爹一丁点儿的消息都没有寻到。我这个连最简单的情报鉴别都做不好的菜鸟，真的能帮上他的忙吗？或许是因为想得太多的缘故。总之，那天晚上我很晚才睡着，导致第二天早上跑完步吃早饭的时候，我竟然边吃边睡着了。林千怡还以为是第一天训练的太猛了，问我要不要多休息一会儿，接下来的擒拿训练就先取消。迷迷糊糊中，我却想起了昨天晚上三胖说的话，问林千怡知不知道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的电话。他问我怎么了，我就把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情告诉了他。林千怡听了也没说什么，而是带我回了办公室，给了我一个电话号码，又指着一张放满了电话的桌子道：“你自己在上面找一找，用贴了公安部标签的电话打。”我问为什么，他说中科院的电话不是随便谁都能打的，我最好是先想一个理由，才好向对方询问。桌子上的每台电话机都设定了各个官方部门的电话号码，对方就算有来电显示，看到的也是对应部门的官方电话号码，不怕被人查询。我在那儿犹豫了半天，却想不到该怎么询问对方。林千怡看我这样，干脆自己拨起了电话，说是给我做个示范。在电话里，林千怡装作是公安部经济犯罪侦查局的，因为一起商业诈骗案，想要询问下对方一些事情。听到林千怡提到了商业诈骗，对面接电话的人立刻紧张了起来，说是要领导来听。林千怡却告诉对方不用紧张，只是想要确认下最近某地是否有人送过来一具奇怪的尸体，让对方检验。对面的人一听，立刻在电话里矢口否认，还追问到底是什么尸体。我在一旁有些心急，就插嘴道：“有一个人宣称自己得到了一具外星人的尸体，还送到了你们这儿进行过检测，有这回事吗？”电话里足足安静了半分钟，我才听到有人笑着回应我说：“我明白了，这位同志啊，
你说的不会是最近网上那件事吧？我实话告诉你啊，那就是一个骗子。我们所里呢，从来就没有人送过什么外星人尸体。不是我说，这年头啊，什么骗子都有啊。你说他骗就骗吧，还老是用我们这些科研所的名头骗人。前几年还有人说发现了太岁，还到处对人说是经过我们所确认的，搞得后来呀，电视台都来人了。但我们工作不说，还让别人以为我们是骗子的同伙呢。你说我们冤不冤呢？看来研究所那边显然不是第一次遇到这种事情，对着我们倒了好一通苦水，千叮咛万嘱咐，请我们一定要好好教训下那些骗子，才挂了电话。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点击订阅频道，并打开小铃铛，第一时间获取更新。明天我们不见不散。